暗恋季想10年，在一起4年。现在如果告诉他我要和别人结婚，不知道他会不会……哎呦，这就是那个余念送来的请柬，就这种货色，我要是男人我也看不上。怎么可能真结？谁不知道他非响哥不嫁？估计是看响哥最近宠着生生，吃醋找存在感呗。咱们打个赌来不来？赌什么？就赌这次你能不能让他乖乖滚回来。要是我们赢了，你跟许生生分手。放屁！谁准你们拿生生做赌注的？不就是个余念吗？100万。我赌他结婚那天，只要我勾勾手指去抢亲，他连婚纱都不换就会跟我逃婚。荒谬，太可悲了。许生生不能做赌注，我余念的真心，就是你做局赌了100场的筹码。季想，你不是想玩抢亲吗？好，老娘给你搭个戏台子，让你好好唱这出猴戏。新郎新娘交换戒指。如你所愿，我的秦太太。行了，跑这儿差不多了。兄弟们，我又赌赢了，第100场，愿赌服输，都交钱。响哥牛逼啊，还真把这女人从婚礼上拽。姓余的，你不会真幻想着响哥会娶你，带你私奔吧？谁不知道他舔了响哥10年，就是条挥之即去的狗。对，余念，我开个玩笑而已，你不会当真吧？如果你现在想的是怎么继续纠缠我，劝你早死了这条心。现在你可以滚进去重新结了。余念肯定会像往常一样崩溃大哭，跪求我别走。10年的真心，被当成100场赌局的筹码。你发什么疯？季想，论自甘下贱，我还真比不上你。谢谢你啊，配合我演完了这场戏。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你以为你赢了赌局，你不过是我婚礼暖场环节的一个小丑。你少在这装腔作势，今天丢了面子，待会儿别哭着来找我。哇，这抢婚小剧场太刺激了！余姨太好了，恭喜新娘！他居然敢拿我当节目耍！秦太太，门外的垃圾清理干净了。清理干净了，有点碍眼，让你久等了。余念，你敢耍我！怎么可能？余念，你给我开门！那个野男人是谁？你疯了吗？秦太太，当着新郎的面看门外的前任，我会吃醋的。我只是在欣赏垃圾被丢出去的响声罢了。哦，以前不是把他当宝吗？怎么突然舍得了？秦太太，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？3天前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？季想，你叫我来这儿，就是为了让我看这个。是啊，今天可是生生的生日，这排场怎么样？没见过吧？今天也是我的生日。余念，你能不能别总是这么扫兴？一个生日而已，你多大了还过？自己买个蛋糕得了，别烦我。余念，你真是犯贱！小伙子，你别跑啊！我女儿海归硕士，加个微信认识一下嘛。我侄女国企编制，有房有车。小伙子，你看看照片。抱歉，我有未婚妻了。这位先生，余念，你现在缺个结婚对象，对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？我怎么知道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现在急需一个妻子，而你需要一个丈夫。证件带齐了吗？跟我结婚，我保证你能把那些人全踩在脚下。带了，结就结。所以我就是脑子一热，被秦先生的美色和花言巧语拐上了贼船。怎么，秦太太现在后悔了？上了我的船，可就下不去了。余念，你
以为花钱雇个长得帅的男公关来演成套新郎就能刺激到我？季想，你有被害妄想症吧？就你这种离了我活不下去的舔狗，怎么可能跟别人结婚？限你半小时内马上滚到我面前来认错！季想，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结婚证是真的，我老公也是真的。从今往后别来沾边，再见最好，不见拉倒。男公关，秦先生，看来你的身价被严重低估了。没关系，只要秦太太满意我的服务，我不介意为你提供一辈子的专属特权。没伤到吧？谁这么不要命？缩在里面干什么？滚下来！长得倒是不错，余念，你为了气我可真下血本啊！这种级别的群演一天得500块吧？这车租一天也不少钱，你那点死工资付得起吗？哎呀，想哥，人家于小姐为了挽回你的面子，连假结婚都搞出来了，你就别拆穿人家了嘛。想哥，外面风好大，我好冷哦。啊去！余念，你没看到生生冷吗？把你的外套脱下来给他穿。季想，你脑子被门挤了，我凭什么给他穿？你装什么装？这件衣服是我上个月随手丢给你的情侣款，你不是宝贝的跟什么似的，天天穿吗？现在我让你脱给生生穿，是你这件破衣服的荣幸，快点儿！你说的对，穿这件衣服确实让我觉得恶心。啊！你干什么？余念，送你们当垃圾了，毕竟垃圾就该和垃圾待在一起。给脸不要脸！季少这是做什么？还没到过年，我可没准备压岁钱。算什么东西？敢打我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一只随时可以碾死的臭虫罢了。老婆，我们走，被脏东西污了眼，回去得好好洗洗。秦总您来了。把最新款的女士外套都拿过来，另外挑几套情侣装，我跟我太太缺几件像样的情侣款。等等，刚刚在路边，秦木生怎么知道他叫季少？而且他怎么好像早就知道那件外套是情侣款？秦木生，你到底是谁？秦先生，你不仅知道季想的名字，还知道那件破风衣是情侣款，你该不会认识他吧？秦太太，在海城这个圈子里，谁不认识季家那个出了名爱玩的纨绔少爷？可是，比起探究不相干的垃圾，秦太太不如先去试试这件。明天晚上有个很重要的局，作为我的新婚妻子，秦太太得帮我撑撑场面才行。什么局？一个能让你把昨天的恶气彻底出干净的局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垃圾短信，说自己是个笑话。走吧，去看看这个笑话有多好笑。想哥，你怎么一直看手机呀？人家新做的美甲你都不看一眼。想哥，等余念那丫头呢？嗨，别看了，她哪次不是被你气走，最后又自己叭叭叭的跑回来认错？就是，估计这会儿正站在会所门外吹冷风，做心理建设呢。只要想哥你一句话，他准得像狗一样摇着尾巴进来。那是自然，他这辈子也就只能围着我转了。这就是你说的局？季想他们的圈子聚会？怕了？怕？我只怕等会儿血溅到我这身新衣服上。放心，有我在，谁也碰不到你一根头发。我赌1万块，
余念马上就推门进来，哭着求响哥。余念，你居然敢把她带到我的地盘来，你还真是煞费苦心啊！于小姐，这裙子租一天挺贵吧？小心别弄脏了，不然你几个月工资都不够赔的。等等，她手腕上那块表好像是全球限量版，群演能戴得起这个？行了，别演了，赶紧让她滚！只要你现在给深深敬杯酒，我就大发慈悲原谅你昨天的胡闹。放手！干什么？季少，脑子有病就去治。我的太太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大呼小叫？老婆，她太吵了，对不对？来显摆给我看，我弄死你！季想，别在这里发癫。余念，你居然护着她！你说过这辈子非我不嫁的。是啊，我以前是瞎了眼，才把一个满嘴谎言、拿感情当赌注的烂人当成宝。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我早就不喜欢你了。我现在爱谁、嫁给谁，跟你季想没有半毛钱关系。老公，我们走，这里的空气真让人作呕。结束了。恭喜秦太太重获新生。秦先生，谢谢你刚才配合我演戏，你的演技简直绝了。演戏嘛，或许我从来就没在演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为了庆祝秦太太新婚，今晚想吃什么，我请客。哇，好浪漫啊！季少可真舍得砸钱。听说之前那个追了他10年的青梅竹马被甩了，真可怜。豪门恩怨，真真假假，谁知道呢？以前怎么没发现他这么土？这5毛钱的特效也是花钱买的吗？好看吗？你干嘛？带秦太太回家洗眼睛。大屏幕看到了吧？只要你现在哭着求我，我或许还能考虑给你留个伴娘的位置。季想，你是不是有被迫害妄想症？换个号码就为了说这种废话？你装什么清高？我打电话是通知你，我和生生要打新的婚戒，看中了一个款式。你把大学时我送你那对便宜对戒还给我，我要拿去熔了，毕竟也是我花钱买的，别想占我便宜。大学时那对戒指加起来才200块钱，居然好意思要回去熔了。季少要是破产了，我不介意在街边给你扔2个硬币。又是你个小白脸，你算老几？敢接我女人的电话？纠正一下，是我的合法妻子。至于你那对破铜烂铁，不劳我太太费心，我已经替她扔进垃圾桶了。以后再敢拿这种垃圾事烦她，我不介意连你一起扔进垃圾场。你怎么了？站那儿干嘛？刚才我擅自接了你的电话，还挂了。你是不是生气了？觉得我干涉了你的私事？所以呢？如果你还舍不得他，秦先生，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啊？你不生气？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那个破戒指我早就想扔了，你替我骂了他，我简直神清气爽。秦先生，干得漂亮！既然我干得漂亮，秦太太，是不是该给点奖励？你想要什么奖励？我明天请你吃大餐。念念，你跟我结婚，真的只是为了找个挡箭牌，气季想吗？秦木生，你听好，我承认，一开始答应你确实有私心，但这段时间下来，我眼睛不瞎，心也不瞎。你比那个人好1000倍、10000倍，和你结婚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选择。秦太太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念念，季想这渣男绝逼是故意买热搜恶心你的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放心，就算他明天出殡，我都懒得多看一眼。
你洗好了？对你看到的还满意吗？我可不只会做饭，体力也很好。念念，我后悔了，我明天不去领证了。只要你现在说一句让我回去，我立刻取消所有行程去找你。不好意思啊，季少，我太太昨晚累太过了，现在没力气听你放屁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把电话给余念！滚！别妨碍老娘办正事儿。烦人精解决了，秦先生，我们继续。念念，你出来！我知道你昨晚是故意气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不领证了，生生我也拉黑了，我们回到以前好不好？干什么干什么？要饭去别处要去，别脏了我们先生家的地。我找余念，我是他相恋10年的前男友，让他出来见我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位前男友，我们夫人这几天筹备婚礼累着了，今天一早就和先生去邻市的南湾海庄度周末散心了。度假？先生走前特意吩咐了，如果看到门口有乱叫的流浪狗，直接打出去。您慢走，不送。余念，你休想就这么甩掉我！秦总，机想查到了你们的航班，刚刚落地机场，正在往东海岸的酒店赶去。是吗？那就立刻把东海岸酒店的总统套房退了，通知直升机带太太去西海岸的私人岛屿看落日，顺便给季少找点麻烦，别让他太闲。明白，一定让季少在东海岸好好享受。秦太太，这里的风景看腻了吗？下午带你去私人海滩潜水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恋爱原来还可以这么甜。秦先生，你这是要把我宠坏啊？这才哪到哪儿，宠坏了正好，别人就抢不走了。怎么了？不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的我只想把你藏起来，谁也不给看。可是这里是私人海滩，只有你一个人看呀。让我进去！我要找人！先生，您的身份证消磁，暂时无法购买车票，请您退后，否则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。笑死我了！念念，你不知道，昨天季家和许家的订婚宴简直是本世纪最大笑话。怎么，许生生又作妖了？比那还劲爆！季想那个渣男居然在交换订婚戒指的时候，当着所有宾客的面跑了，一边跑还一边喊着你的名字，说他后悔了。许生生气得当场晕倒，现在2家股票都在大跌呢。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，他最好死远点，别来沾边。念念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你为什么要把我拉黑？为什么要躲着我？季想，你是不是有病？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，现在这副鬼样子给谁看？保安呢？这里有变态跟踪狂啊！念念，我连订婚宴都砸了，为了你什么都不要了，你回到我身边好不好？季想，你那是为了我吗？你只是受不了那个曾经像条狗一样跟在你身后10年的玩具，突然不听你的话了而已。你爱的只有你自己那可悲的控制欲。好，你以为那个秦木森就是什么好东西吗？你以为他真的爱你吗？你以为他那种千亿大佬会真心娶你吗？我打听过了，像他这种顶级权贵，不过是贪图一时新鲜。你对于他就是一个拿来消遣的玩意儿罢了。等他玩腻了，你连哭的地方都没有。就这，你不介意？他对你只是玩玩，他玩玩又怎样？就算他玩我，也比你这个满嘴谎言、把女人当赌注、把我当了10年备胎的烂人强10000倍。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余念。你当年明明亲口说过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都会等我娶你的。你答应过我的，你不能出尔反尔。季想，年轻的时候谁没做过几件傻事儿，爱过几个人渣呀？你不会以此来要挟我吧？别再出现在我面前，否则见一次，我让秦木生打你一次。
余念，你这个贱人！要不是你勾引季翔，他怎么会在订婚宴上抛弃我？你害我成了全城豪门圈的笑柄，今天我就要毁了你这张狐狸精的脸！许小姐，麻烦你搞清楚，是季想像条狗一样缠着我，你自己拴不住狗，反倒来咬路人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给我抓住他！我今天非要刮滑他的脸，拍下他的丑态发到网上去！念念，有没有受伤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1分钟。我没事，你来的刚刚好。你们敢打人？我可是许家的大小姐，我要让律师告死你们！许大小姐是吧？正好，警察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刚才你的死亡威胁，我太太手机上的录音，加上我车上的行车记录仪，足够让你以寻衅滋事和故意伤害未遂罪在里面蹲个1年半载了。不要！念念，你没事吧？我一听说许深深那个疯女人要害你，我吓得魂儿都没了，我连点滴都拔了，跑过来救你。你没事就好。季少这出苦肉计演的真是声泪俱下。余念，你看看他除了会仗着有钱报警，还会干什么？我不一样，我为了救你，我连自己的身体都不顾了。你难道还看不出谁才是最爱你的人吗？季想，你是不是觉得全天下就你一个聪明人，别人都是随便你糊弄的傻子？念念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真的是来救你的，来救人。那麻烦季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10分钟前你会躲在地下车库 B 区 B06号柱子后？不，这不是我，这是合成的。合成的？你早就收到了许深深要动手的消息，但你故意躲在暗处不出来，你想等念念被打得头破血流、绝望无助的时候，再以救世主的姿态天神降临，好让他对你感恩戴德，对吗？念念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太想让你回到我身边了，我太了解你了，只有你受了伤，我再出现，你才会重新依赖我啊。季想，你真让我觉得毛骨悚然，你不仅渣，而且毒。念念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根本不爱我，你只是把我当做玩物一样。我以前真是瞎了眼了。别拿你的脏手碰我太太，今天只是个警告，你最好祈祷季家有足够的底蕴，能承受得住秦氏接下来的怒火。老婆，我们回家，别让垃圾脏了你的眼。好，老公，今晚回去我要用消毒水洗3遍手。余念、秦木生，你们这对狗男女，季想发誓绝对不会让你们好过，我一定要把你们拆散。爸，给我打点钱，我的卡怎么都被冻结了。打钱？你这个逆子还有脸要钱？你知不知道你到底惹了谁？爸，你疯了！我不就是教训了一个不知道哪来的小白脸吗？小白脸儿，人家是京圈顶级豪门秦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。就在昨天半夜，秦氏动用了一切资源，全面封杀季家，我们的资金链全断了，税务局正在查账，季家破产了，全完了。秦氏继承人？不可能！余念那个穷酸丫头，怎么可能攀得上这种大人物？来人，把这个祸害给我扔出去！从今天起，我没你这个儿子。爸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是你唯一的儿子啊！海城快讯：昔日龙头季氏集团因涉嫌严重商业违规，今日正式宣告破产，董事长已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。秦先生，季家破产这事儿，你的手笔？天凉了，该让季家破产了。你当你在演霸总小说呢？他3番5次拿脏手在你面前晃，我总得把源头掐断。秦太太，对这个处理结果还满意吗？非常满意，感觉空气都清新了不少。既然满意，那秦太太打算怎么谢我？
卡里1分钱都没有，还敢点最贵的洋酒，再敢来白嫖，打断你的腿！呸！什么破产少爷，现在连条狗都不如。假的，都是假的。念念跟在我身后10年，怎么可能说不爱就不爱了？念念一定是被秦木生的钱和权势逼迫的，对，他一定是有苦衷的。只要我证明我能为了他连命都不要，他一定会感动的回到我身边的。我要让他看看谁才是最爱他的人。弄丢了10年的挚爱，今天我把命还给他。各位网友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弄丢了那个满眼都是我爱了我整整10年的女孩。我被猪油蒙了心，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。现在我家破人亡，一无所有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可是他不肯见我，他被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关起来了。天哪，小哥哥好惨啊，哭得好真诚。爱了10年，女方怎么这么狠心？起码出来见一面啊！被有钱人关起来了，难道是强迫的？这必须报警啊！余念，我知道你看得到，如果你10分钟内不出现，不原谅我，我就跳进这零下10几度的冰湖里，把这条命还给你。再吃一口，润润嗓子。昨晚你喊得有些哑了。你还好意思说？念念，快看这个链接，季想那个死绿茶疯了，他居然在网上开直播道德绑架你，现在全网都在人肉你。余念，还有最后5分钟，你不来，我就死给你看！找死！我这就让公关部把他的直播间封了，顺便派人把他扔进海里喂鱼。别疯啊！人家费了这么大劲搭的戏台子，咱们不看岂不是太不给面子了？可是网上的舆论，这群网民不知真相，骂得很难听。要余念的女人心是石头做的吗？真要逼死人才甘心？全网寻找余念，赶紧滚出来救人！渣女！秦先生，他站的那个位置，水深最多只到腰。为了卖惨，还真是煞费苦心。既然他这么想红，想用网络暴力逼我就范，那我就用魔法打败魔法，亲自送他上热搜第1。余念最怕被人指指点点，这么多网友骂他顶不住压力，肯定会来求我。10分钟到了，余念，你不来，我也不活了，永别了。季少，演技不错，可惜你站的那块人工湖边缘，水深只有60公分。真想死的话，建议往湖心再走2步。跳下去刚好淹没大腿根是吧？笑死我了，这算什么跳湖？这是来冬泳的吧？真恶心，居然拿寻死来道德绑架，退网吧，渣男！不是的，你们听我解释。救命！真掉深水区了，快叫保安！你这小子，如果不是抢救及时，可能完了。护士，求求你，借我手机，我想打个电话。你好好休息吧。念念，是我。念念，我每天晚上做梦都在想，如果那天我没有拿你打那个赌，如果我们在礼堂顺利结了婚，我们现在是不是也会很幸福？念念，如果有下辈子，季翔，收起你那套自我感动的说辞吧。念念，没有如果，就算没有那个赌局，也注定我们会走到今天。你现在的下场，全都是你咎由自取。下辈子别再见了，祝你好走不送。秦太太，看我带了什么回来？火锅。
想不想出去散散心？去哪里呀，秦老师？海边度假。赶着回你的半山别墅去伺候你的新主子吗？季想，你现在这副像下水道老鼠一样的德行，真的很碍眼。我像老鼠？余念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你以为秦牧生就是真的爱你？你还不知道吧？秦牧生心里一直有个爱了整整10年的白月光。你笑什么？你不信？他对你只是玩玩。玩玩又怎样？就算我是替身，又怎样？秦牧生给了我绝对的尊重，顶级的偏爱，甚至连他的全部身家都心甘情愿交到我手上。而你呢？你把我当了10年的备胎，让我给你当免费保姆，还要忍受你四处劈腿。如果当替身能有秦牧生给的这种顶级待遇，那我在此诚心祝愿秦先生的那位白月光长命百岁。秦太太，遇到垃圾怎么不叫我？小虫子而已，我自己踩死就行了。好，下次直接踩死，别用手去碰，脏。余念，你不准走！你大2那年跨年夜亲口对我说过的，这辈子非我不嫁，你发过誓的。当年我因为你和别的女生接吻质问你时，你是怎么说的来着？大家都是成年人，玩玩而已。你不会当真了吧？年轻的时候，谁还没做过几件傻事，爱过几个人渣呀？你总不能拿我当年不懂事时说的一句戏言，来要挟现在的我了。顺便告诉你，挑拨离间这招对我没用，下次再敢跟踪我，我会直接报警，让你去局子里和许家人团聚。余念，你连恨都不愿意分给我一点了吗？年轻的时候爱过的人渣，秦太太，你这算不算当着我的面承认初恋？吃醋啦？那不叫初恋，那叫人生路上的绊脚石。不过好在绊脚石已经被我一脚踢开了，而我现在牵着的人，才是我的终点。哟，小两口可算回来了。嫂子好，老秦，我来蹭顿饭，不介意吧？介意。门在左边，慢走不送。没良心！别理他，留下来吃晚饭吧。好，我去楼下超市，你们聊。顾衍，问你个事儿。今天有人跑到我面前，言之凿凿地说，你们家老秦心里有个爱了10年的白月光，还说我是个替身。谁这么缺德啊？不是嫂子，老秦还没舍得把他那暗恋10年的马甲脱了？马甲？暗恋10年？可不嘛，10年啊！嫂子你不知道，老秦这人就是个闷骚。当年为了接近你，堂堂名牌大学高材生，隐姓埋名跑去给你当家教，结果呢，眼睁睁看着你被季想那个黄毛小子给骗走了。你说什么？家教？念念，余念，做我女朋友吧，我给你带了你最爱的城南小蛋糕。是季想。当年的那个人就是他？可不是嘛，嫂子，你完全没认出来。他把你当年送的东西像传家宝一样珍藏在书房里呢。他知道你一个人了之后，就一直在等着找到你。就为了这段缘分，他等了好多年啊。白月光竟是我自己。念念，我买了你爱吃的草莓，现在洗给你吃。顾衍，你对他乱说什么了？还是季想那个阴魂不散的又来找麻烦了？我没有，老秦你别冤枉好人啊！嫂子，那个我突然起我家煤气没关，我先撤了，你们聊，好好聊。念念，到底怎么了？别哭，有什么委屈跟我说，老公替你收拾他们。你替我收拾？那你打算怎么收拾秦牧老师？你知道了，顾衍他……秦牧生，原来你这么早就认识我，那次结婚也是你特意安排的，你真的是藏得够深的啊！念念，你听我解释。那是为什么？我当初不用真名，绝对不是想故意骗你。
你那时候才17岁啊，高3。我一个大4快毕业的成年人，天天跑去给你辅导功课，如果还对你表白，那算什么事儿啊？我本来想等你考上大学，成年了，再堂堂正正的追求你。可是，季想那个混蛋近水楼台抢先了一步。看你那么喜欢他，我只能退出。秦木生，你是不是傻呀？对不起，念念，我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命运让我兜兜转转，最终还是走进了你蓄谋已久的圈套。秦木生，遇到你才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。傻瓜，